喂，好，各位来宾啊。欢迎各位球迷朋友来到113年第8届桃园市原住民联盟杯的慢速垒球锦标赛。今天在7月6号跟7月7号的周末跟周日呢，在桃园的青浦慢垒球场进行了2天的精彩赛事之后，就要在稍后进行最后的冠军决战，将由原动力多元运动家族出战北海鳕鱼相思。这场是最后的冠军战，也是最后的决战。今天这场比赛呢，这就2天的赛事哦，2支球队都经过了前面的4场比赛，都保持了4连胜，才能够闯进最后的冠军决赛。我是这场比赛的主播陈凯。那这场比赛我邀请到台市原住民族慢速垒球联盟的副理事长翁良昌翁理事长，不好意思，翁良昌理事长以及这总干事呢陈俊轩是。我们今天最后呢，在2位辛苦的筹办赛事之后，我们一起来欣赏最后的冠军决战。那我们先来报告一下今天的最后的赛程的结果哈。那这2支球队呢，在刚刚稍早的进行的季军战呢，是由法尼斯桃园地主的法尼斯队是以10-4击败了来自于宜兰的韦德西哈游队所以桃园是。刚刚总干事有提到说，7支桃园地主球队利多得分剩下1支还没进决赛决赛只好看到人家打不过没有关系，我觉得比赛就是桃园有足够的选手能够来打这次的比赛。那么另外这2支球队呢，比赛将开始。我们看到北海鳕鱼相思在预赛的时候是分别以16-1击败上元工程。然后呢，以14-4击败了雕轮刺青，取得了分组冠军。然后在今天的上午的进行的8强的比赛呢，以6-2击败了荣隆建材。然后在8强赛再以6-0打败了韦德西哈游，才晋级了现在的冠军决赛。前面是拿下4连胜。那么另外一边的原动力多元家族也是一样在一开始在昨天也是先拿到了 B 组的冠军，然后在今天先打败了基隆达鲁安，然后呢再淘汰了法尼斯晋级了决赛。2支球队都是2天内打第5场比赛在2位
就是总干事跟说讲2天打5场会很累吗？就过去赛程安排这算正常吧？基本输出，要基本输出，基本输出，要求这是一个基本输出的。就是说，大家昨天是打2场，今天打3场，而且最后这2场比赛，4强战呢，今天这场是打1个小时。是1个小时。好，今天的比赛好，这第一棒的陈子源打击出去，这场比赛是原住民先攻，哇，结果被界外球被接杀出局，北海的陈云祥给接杀出局，1人出局。那今天的冠军决赛当然也跟前面的比赛的规格不一样啊。我们说这个比赛在昨天是打50分钟，然后呢每场比赛是2位裁判啊，在今天的比赛里面，到了最后的季军战呢，就增加了电视辅助判决，我们也还要请裁判去做辅助判决桌哈，多一位，等于是类似鹰眼裁判这样子哈。第2棒的少马打出去，游击方滚地球接到再传向1垒刺杀出局，2人出局。那么在今天冠军决赛呢，到最后我们的大会安排了4位的裁判啊。包括主审跟1、2、3垒审啊，就4位裁判，这裁判是最高规格的一场比赛。同时，当然包括除了前面的就说的比赛是60分钟，然后是有辅助判决的申诉的机会以外啊，都是裁判再多第3位裁判。好，现在2人出局。所以这不外乎就是让我们的整个赛程就是让它整个判决更公正一点，更公正一点。所以刚刚裁判组这边也是让我非常的惊讶他们就是愿意再出一个裁判就是这个规格就很像有点像职棒的一个对，要职棒了哈。这个球有一球再甩向1垒，还是要抖哇，精彩守备啊！1局上半原动力的进攻是3上3下，裁判组加量不加价。不知道要不要加价了，但是至少加量是没问题的哈。那越多裁判当然是在场上的判决是出错的问题是更少啊，大家更多来看比赛。好的，1局上半是没有得分，目前是0-0。所以我们现在打造垒球界的棒球啊。对，其实一般的慢垒比赛大概都是1个到2个裁判。我知道平常冠军赛可能最多，比如说比较高张力的，可能会到3个裁判。就到3个裁判。对。那如果是3个裁判的话，通常站位的，就是2个裁判站位法跟3个跟4个不太一样嘛。不一样，他们的跑法是不一样的。因为本垒的就是主审是一定有在，那如果1个裁判的话，他可能会站在1、2垒中间，当然去判1、2垒。2个裁判的话就站在1、2垒，3个球员连3垒都有站裁判。没错，这样子。是，那现在可能4个裁判就按照棒球的标准来这样站，这样还可以补位，依照自己的方式去站，对下去。对，你如果2个裁判是，那我们这次的总冠军因为非常重要，非常重要，对，就是整个规格都把它提升起来，对，把它提升起来这样子。去年的冠军，其实去年的冠军我刚刚本来查是银禧精密啊，银禧精密是来自台中的球队，但这一届呢，银禧精密有点意外爆冷啊，预赛就连续输了2场啊，就没有晋级。所以也开了其他球队的机会之门呐，不然银禧精密排出来了好几个前职棒明星形象，大家看了光是名字看了都会怕啊。不过呢，最后没有亮相的机会比较可惜。不过现在这2支球队北海跟原动力啊，也是有许多前职棒的好手因为他好手来打比赛。现在比赛进到了1局下半，轮到北海的进攻，北海排出来第一棒是外野手林少恩，是左打的林少恩，对，这个也是我们原乡的选手来自台东的选手，对，刚刚前面也跟球迷朋友报告过啊，北海鳕鱼相思他们本来就是一支在台湾很有实力的业余的慢速垒球队伍，但是他们本来的队伍其实是有原住民也有汉人的朋友都有两边都有。后来呢，知道说要来报这个原住民杯啊，他们就特别组成一支全原住民的来。不过这边一开始林兆安跑垒之后，第一步好像就拐了一下，结果就没有跑垒，稍微多喝了一点啊！真的吗？今天比赛真的是的比赛脚软掉了，脚有点软了，稍微多一点的。我们再看一次啊，这样挥棒出去，好，第一棒一出局啊，好，一出局之后轮到打击的是第2棒张佑哲。目前是1局下半，没有人出局，1人出局，没有人在垒。江佑哲也是台东的，他本身是卑南族的对，卑南族的朋友。对，之前是大同大学的。你打过大同大学。这个球飞球被接杀出局，2人出局。我之前其实有拿到这整个
其实这次大会其实是有提供了，但是我没有特别去做统计啊。是，就是其实每个族人都不太一样啊。就是我们今天看到，其实大会的官网资料上面图卡看到每一位选手上来的话，其实是知道是他们的。现在是彭子阳嘛？彭子阳，对，我们总干事的学弟。对。像昨天的赛事，我都说啊，这是我认识的啊，我不能这样讲哦。一讲之后，他就出局了。谁跟你认识啊？谁就那个就带衰的这样，没错，对，这样讲开玩笑。好，彭子阳这一棒，哦，你不熟哈。对，好，彭子阳这一棒深远的，很深远的，结果他只有跑到一垒。好了，有上垒就好啊。对，彭子阳安打上垒的一垒安打。这场比赛第一支安打的选手哈，彭子阳，两人出局之后，站上一垒轮到打击的是第4棒的苏哲明。对，所以我都不敢说，接下来场上打击的是我的学弟还是同学？其实你都认识，都不敢。但是你看了2场，你都不敢讲认识。好，轮到打击苏哲明啊，在彭子阳在一垒。比数还是0-0，不过开始有了攻势，垒上摆上了跑者。挥棒打击，哇，小心哦！其实擦棒球也是会往后飞的，感觉上应该是差了一点的。他们这是说，整个北海鳕鱼相思啊，而且打击出去，游击方向滚地球，又是接到就自踩垒包。3人出局，结束了1局下半。北海鳕鱼相思的进攻，留下了1垒的残垒，没有得分。桃园原住民慢速垒球联盟第8届的联盟杯比赛慢速垒球锦标赛，目前的冠军决赛呢，原动力跟北海打完了1局，双方都没有得分，是0-0啊。在这个半局呢，我们很高兴请到了桃园市的平地原住民籍议员啊，林志强林议员啊，林议员也是这次我都私底下讲，就是林议员好，你好，议员，议员，我都跟说这个是林议员是这个冠名赞助商，因为看到今天整个的主办单位哈，当然原住民的杯的比赛，那其实就是挂着您的服务处啊，是主要的这个。当然在不管是在公部门的协调部分呢，或者在平常需要找民间的赞助部分呢，您这边都花了很多的力气啊，去组织个杯赛。一个杯赛需要呢打得好，当然能够让球员场上发挥啊，这些后勤的资源啊、行政啊，往往辛苦是不为外人道啦，就是可能会找很多东西。议员要我来谈谈，就办这个杯赛哈，那其实不管是找赞助商也好，或者是跟政府部门啊支持争取赞助也好啦，或者是这个一般来讲，这个桃园的原住民平常的大概是周末的社运活动，打扮也是很重要的一部分。是，那这个比赛也今年1年也是1次而已嘛。那现在大概您的了解啊，在原住民这个垒球的活动的情况大概怎么样？我想这个桃园市的棒垒联盟其实我们已经成立到现在已经第10个年头了。是。那我想真的筚路蓝缕啦这个有心之士哈，那个当初我们成立联盟一直到现在，那我想我们从这个草创然后成立然后慢慢步入轨道我想。所有的联盟的干部非常非常的这个认真，也非常辛苦啊。是。那当然，原住民的运动人才非常非常多哈，尤其在棒垒这个区块。对。我们希望能够在桃园市能够发展这个非常正常而且非常健康的这个棒垒运动。这个也成立到现在第10年，那当然我们办杯赛也第10年了哈。对。然后这办这杯10年了。那当然。在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也
真的很多辛苦是不为外人所知啦。好，那当然办一个比赛哈，那我们要动用的这个人力、物力跟资源哈，非常非常的多。那其实我想这样的一个比赛，其实我们联盟哈是一年是办2场的杯赛哈，包括这个联盟的这个杯赛。我们下半年还有一个桃花岩杯的这个杯赛，是好，大概都是由我们联盟来做一个主办哦。是，那我想也是都号召我们全国各地的很多原住民的这个球队哦，能够共襄盛举，一起来比赛。对，那我想最重要就是以球会友啦哈。那当然最重要的还是要发掘人才哦。我们2年1次的原住民运动会，其实对我们来讲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比赛。对啊，另外也希望就是说，透过这个全国原住民运动会啊，能够让我们所有的这个从事爱好啊这个垒球运动的所有的好朋友啊，能够透过这样的一个运动啊，能够把桃园的这样的一个非常基础的运动的发展哦，能够让我们全国都能够了解我们在这个部分所经营的、所发展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我可以讲说是一个很不容易的一个状况。其实我们由协会来办这个活动，其实当然有一些政府的资源、民间的资源啊。其实我们民间来办这个活动，其实确实都比这个政府来办的都还要积极，都还要来的让我们所有的球队都会感受到我们联盟在这个部分的用心啊。是。我想在这个比赛，当然这是在桃园的比赛，但是并不只限定桃园的原住民，对，当然全国都可以来参加。第一个是等于是照顾的不是只有桃园的原住民这个朋友，是全国的原住民朋友，只要喜欢打球。那另外一点的话，刚刚议员也提到了，就是说其实2年1度的全国原住民族运动会，这个比赛啊，每2年也是原住民相当重要的另外一个的活动。那么像我知道是明年3月嘛，对，明年就是还有大概半年左右的时间。但是对于想要参加这个比赛的队伍来讲，那可能在前一年，今年下半年就陆续在办选拔赛了。那所以这个也是一个给大家一个很好的热身的机会。这个都是相对来讲，就是对不管是桃园市或者桃园市以外的原住民朋友，这个比赛相对可能是后面可能还有一些杯赛啦但是可能就是要纯for原住民 only 的这样就没有太多就没有那么多了。是好，那现在这个比赛，所以今天比赛呢，我相信2天下来，不管是打2场、打4场、打5场，应该收获都很丰富了，都非常精彩了，非常精彩。今天打球的他们也说，其实因为毕竟我们这个不是职业赛事，很多的大家都是到以赛代群，有比赛打，大家才会聚会，大家才有机会说练球然后为了一个比赛真的不是我刚刚前几队去问，不是每个队都有时间来练球的，这个真的是大家平常要工作还有家庭其实不是很容易。对，那有这个机会就来把握是很好的。好的，那么在2局的上半呢，第一来打击的陈玉祥也出局，也是打出飞球到目前为止，这场比赛变成了一场投手战。接下来打击的是黄飞鸿。名字非常特殊，从小黄飞鸿，对他从小特殊到大，他是宜兰的选手，后来去找了一下宜兰中道这边出来，后来打球打到大学，每一次去报名的时候，大家就问他你是谁？黄飞鸿啦，对，我上回，然后他真的还去参加过武术的比赛，名字特殊，他有拿到一些奖费。他是在高中的时候，他说就这样子。当然，我就觉得原住民的运动条件，我真的觉得说，因为只是说棒球或垒球是台湾最热门的运动，对，所以大部分都去打棒垒球，但是不是说他们只会打棒垒球，对，你去看到其他的项目这个举重啦、跆拳道田径今天来的其实很多是在其他项目的选手，用他目前是安打站上了1垒的垒包。由他打击的是第7棒的黄子琪，飞出去了。我都觉得这个球，因为我刚刚问的裁判老师就说我说这个球场地，因为他说这个场地其实是跟真正的慢垒要92公尺，这个场地大概是接近80公尺。我说稍微小了一点点，我说小一点有什么不好？全垒打得很好就飞出去啊。他说没有打出去就会打到车子打到车子。烂掉要赔他说这个影响比较大。我说原来是这样，这个也很重要。他说赔了之后，我们下一次的保费就要调高好几倍啊。对。说原来是这样，那可能不要出险。所以我现在看到飞球出去，我都会心里会揪一下。对，主办单位每次看球飞出去心里揪一下，就看一下，就是不定时的小手榴弹这样打出去好，不过当然我们要鼓励选手把球打得越高越远那这个比赛也是
也是随着我们这个选手参杀的增加哈，我们后来刚刚也问了这个裁判老师啊，就是说，整个桃园市的棒垒球的场地也要增加，然后甚至要做一些分级的处理，是对于一些比赛场地，像有的比较小，可是它的就可能是给壮年组或者给女子组来办比赛啊，比较宽大场地就是给啊，如果是要公开组的哈，真的这种。什么前职棒来打，就夯得很远这样子，大概是这样子。目前也有这样，我知道是这个桃园市的棒垒球体育会的棒垒球联盟的协会也有做这样的想法跟规划啊。那不管是不是原住民朋友，我想对这个地方的运动风气啊，都是很大的帮助。对，其实我要特别这个讲的就是说桃园升格比较慢所以比双北的升格还要再慢那当然。在很多资源上面的挹注确实比双北都还要这个落后好几年是。那其实包括我们整个运动的场地，包括我们整个棒垒球场的这样的一个规划建设那其实真的是对有一点落后双北那当然我们希望是能够透过更多的这个硬体设备的这个建制是让我们所有爱好这个棒垒的这个同好那不管是这个垒球联盟、棒垒联盟或者是这个民间的相关的这个联盟我们都有这个比较充裕的这个运动环境可以让我们所有的这个运动爱好者能够透过很多的比赛、很多的场地这个能够好好去发挥我们的这个正常的运动。对。那当然，刚刚主播有特别提到，就是说分级这个分级或者是我们整个这样的一个机制的建立其实确实我们还是希望能够按照比较正常的一些这个建制让当然球场普及了之后其实这样的部分都可以做一个解决了。对。那我想现在的这个市政府桃园市政府这边对所谓的原住民的运动的想法大概是说，因为我想议员一定是很积极去争取啦那大概的话就是说在这个阶段原住民族的比赛，当然我甚至觉得不是只有棒球，只是棒垒球是因为大家打的最多，所以平常最容易交流。也不是说他们有的我知道也踢足球的也是有踢足球的或者是也有些人打篮球，篮球也是有，篮球也是很厉害。所以呢，这个每一项运动都希望有更多的活动的空间呐。其实我想在桃园各类的这个运动的单项其实我们在桃园也发展的非常的久不是只有棒球、垒球啦，那当然还有很多的运动。那原住民在这方面的这个基因我想这个是大家都非常清楚对。那不管哪一项运动，我们都希望透过这个很好的一个设施设备能够来提升我们这个所有这个运动员的这样的一个基础那当然在桃园我们也希望能够建立很好的一个3级的这样的一个运动的这个条件从国小、国中、高中甚至到大学我们都希望能够这个一条龙的来去做一些这个训练，或者是做一些这个规划。那当然选手的这个条件或者是选手未来的这个培训那其实也希望市政府这边能够提供更多的资源能够来让选手能够在训练之余这个无后顾之忧啦。是。那当然我们可以看到很多在比赛的过程当中，可能有比较好的这个成绩的选手，他可能有机会到国外去参加比赛或者是选训或者是移地。对。那当然这个对原住民来讲是一种非常大的一个负担啦。那我们希望能够透过这个政府跟民间的资源能够让这个选手或者是从小这个训练到大的这个运动员让他们能够圆一个梦啦这个都是我们一直在极力的在争取不管是地方或者是中央，我们都希望透过这样的一个很多的这个多元的学习的环境让我们原住民的运动员真的可以得到很好的一个训练。是。那一方面是可以靠运动去翻转他自己过去的家庭或者是背景，这是一个方法。那另外一方面当然说，议员刚提到就是比较是偏于基层竞技的这个培育当然就是这个是并行不悖的，一方面是在大众的等于是大众的休闲运动这一方要有能量那你自己参与才会在下一辈要去打，你会给他比较开放的态度。我自己踢球，小孩在踢球，我就会去支持，不然就是说干嘛要踢，为什么不读书，类似这样的情况。那另外一方面的话，就是在原住民的比较竞技部分的话，这2年我们知道体育局这边也都非常各项的计划都在做了。对，我们台湾的就是
体育署有体育署黄金计划，那各县市我知道6都其实各自都有各自的培训的计划在做，当然就是需要像议员啊，在议会里面多多的支持啊，议员就是编的预算。好，那我们先来谈一下刚刚前面2局下呢，2局下北海是打出了4支安打，攻下了3分，现在是3局上，一开始上来打击的是厉弘洋。厉弘洋也打出了一支左外野方向的平飞安打上垒，目前比数呢是3-0，北海暂时领先了原动力。3局上半原动力的反攻，2局下半北海是打一个大局出来。当然说北海应该算是比较像台北市的队伍了哈。那这个原动力就是全省都有，也有南部的，也有北部的，他们只是说有一些自己的这个人际的关系啊，所以来组成同一支叫原动力。今年另外还有一支叫新北原住民协会，也有一支队伍。他们说，其实这个大家都应该都认识，不见得会挂什么名字。对啦，就是打球的，大家都这个圈子没有很大，大家都认识，大家都认识这样子。对啊，很多业余的选手，或者是从这个职棒退役的选手，他们也都会继续在垒球上面继续跟大家一起互动。对，我常常觉得这就是你看。就算你打职棒完了，你就不想打球，你还是很想打球。对。可是，在台湾的话，你说像乙组棒球或者什么机会，其实没有那么多。对，是没有那么多。真的，如果是跟曼垒比起来哈，曼垒这个机会打的比赛就会多了哈，所以他们就找机会打曼垒。好，这一棒呢，许哲维又捞出了安打，把厉弘洋送上了2垒垒包。原住民的反攻在3局上半无人出局，已经攻占上了得分圈。就比赛还很难讲啊，有些人的冠军决赛是打1个小时的时间。对，这个比赛跟一般的棒球赛比较不太一样，说打7局9局啊。说，那对于这些以前这身经百战的棒球选手，像现在这个画面上的捕手哈，现在在捕手的这个彭子阳，他以前他自己是这个花莲的阿美族，然后呢他打过 U21的中华队，然后就来中华队，不过后来因为就是有一些受伤的问题，后来没有在棒球场上继续。好，这个球又打出了安打，哇！现在棒棒开花，厉弘洋、许哲维加上严华爱，连续3棒敲出了安打。那么依序就继续塞垒包，继续囤积垒包。哦，现在已经无人出局满垒了。议员看到他们打球，你自己平常打棒球吗，或者垒球吗？我比较少打。你在成长过程中有参与过什么运动吗？对，我在成长过程我就打篮球比较多。从大专乙组一直对。那当然，学校毕业之后就没有再从事任何运动的这个行业了。对啊，那但是成长过程还是有一些运动的基础啦。是，打什么都很厉害啊。我们打篮球的话，我记得也是有原住民全国的篮球赛，也是有，全国原住民动会都会一定有篮球，然后平常还会有一些，我知道他们原本自己，因为篮球也是蛮热门的项目。是，有时候这个各县市零星在办的或篮球赛啊，或者3对3的对。球赛都有在继续办。嘿，那篮球当然有一个好处就是通常是室内哈。是啊，大家如果在夏天的话，比赛的条件稍微好一点。那当然这个天气打球实在是非常辛苦对，就是说这个大家喜欢打球了。是。好，现在是无人出局满垒，刚刚叫了一个暂停之后回来比赛。现在虽然上半局呢，北海鳕鱼相思是拿下了3分，不过现在原动力是有可能1棒就追平，甚至还有可能超前。如果你打得住全垒打那这个比赛刚刚也问了老师说，这个比赛场地是15年前就盖起来了，所以说15年前这个整个青浦的从化区也是大概像议员银行也是当了大概10年的议员。对，这个地方也是等于说你也是看这个慢慢开发到这个地方，到目前这样的规模。对。就有高铁，有 Outlet， 然后慢慢的附近的这个住宅区也慢慢发展起来，这样子。那整个青浦特区的发展，那当然是这几年来讲是发展的比较快了。那整个休闲或者是住宅或者是整个购物的环境都非常的好。当然。在这个部分，刚刚主播有特别提到其实我们桃园其实比较要积极要处理的就是相关的体育设施的这样的一个部分能够建制对。那我想我也特别在议会有特别的要求我们市政府在大汉溪的沿岸我想比较能够腾出非常多的土地来建制这样的一个环境对。那我也特别建议我们市政府能够
在这个大溪的大汉溪哦，能够设立一个原住民的这个体育园区哦，包括棒垒球场，包括很多的传统的竞技的活动哦，对都可以来在那边举办。那其实这不是一个单一的这个族群的园区啦，我们也希望就是说相关的地方或者是各族群或者是所有的市民都可以一起来使用这样的一个环境。那目的就是要把所有的这个体育设施能够让它做一个全面的提升哦。是。那当然这个我刚刚有特别提过我们升格的比双北还要慢。那当然在这个部分的资源投入的确实我们也希望市政府能够在这个部分能够更积极的来投入更多的这个体育设施建构这样的一个环境，让我们所有的市民能够透过这样的一个很好的一个体育设施的建制让他们能够在休闲之余能够也不忘了这个运动其实这个是我们一直在推广的对，因为我自己在之前在做体育新闻采访的时候就提到说，其实就我所知道的就是所谓的重划区其实有一些重划区的时候它会有规定最低比例的什么，比如说文教用地有最低的比例，但是体育设施用地其实是没有专属的一个用，就是没有限定说一定要弄体育园区。那如果站在纯粹商业开发的立场的话，那我一块地我拿去盖房子、盖豪宅，我的一定是比当体育用地球场是赚的更多钱嘛。但是如果所有人都这样想的话，那就不会有体育用或者文教用地，大家就都去拿去盖房子、去炒地皮就好了。所以这个部分其实是有的时候可能是需要市政府在都市计划上面呢，要给体育的设施多一点关爱的，只能这样讲。那我觉得一个城市的开发或者是一个地区的这个建设或者是这个开发的这样的一个行为，我觉得地方首长他必须要特别的有远见能够看到未来我想当然刚刚主播特别有提到，就是说一个在城市里面每一块土地都寸土寸金非常非常重要。那但是一个有远见的这个城市或者是有远见的首长他看到的不是只有在开发的这样的一个行为，赚钱的这样的一个行为啦。那我们可以投入更多的这个文教或者是体育能够在一个城市能够并存的发展能够多元的这个共存那我觉得这个是对整个城市的发展才是一个非常进步的一个象征啦。不要一昧的只为了这个开发一昧的只想要让土地做更多这个商业的行为，我觉得这个会对整个城市的发展会有一点受限也不是一个正常开发的这个城市应该要看到的。对，因为这几年其实还怎么说也是有一点感慨啦，因为常常有的时候一些土地在运动场有的时候可能刚开始的时候它可能在比较偏僻的地方，那个时候那个地方还没发展起来，那发展起来大家开始有房子就这块地这么大怎么没有开发呢？然后一开发，然后那个运动场地就是那你再给你一块地，可是可能就是又更偏远，就是一直往外面赶就是这样讲，一直赶。我那时候在看龙潭的什么，都有这种感觉，就是本来其实是有的，然后就是因为大家开发的问题，所以说那就是一直往外面走这样子，所以这个就相对来讲，我是觉得是比较可惜一点，就是比较可惜。所以，但是我想议员也很理解，或者说这个当然是商业的开发，当然是一定的整个都市的竞争不管是税收也好，或者整个的商业规划是动力，但是确实还是有比例的差别对，所以这个希望有机会对啦，希望就是市政府能够以远见的这个城市的这个破化能够做一些这个规划好的想法，不是只有短视尽力的这样的想法这个为开发而开发，我觉得这个不是一个城市发展最好的一个方向对，因为对我们的运动设施，老实说，运动永远来讲，就现实的考量，它一定是立即产生是最低的。对。可是你让大家有机会可以来运动，可以来比赛，对大家亲的，不管是促进人际关系也好，甚至对选手自己的健康你有出来运动嘛有出来动，这个大家动，你就是少一点上医院看医生的钱你花钱没错，你花钱去运动，你就少一点看医生的钱，这个就是这个价值不是简单的看说这块地皮是怎么样去开发，有的时候是这样，可能要用这样的角度去面对整个城市的各个区位当然都要兼顾，然后不能偏废这样的问题。其实运动其实也是一个国力的展现啦。那如果这个国家的国民都是健康的，其实它是一个国力的展现除了可以减少这个健保的支出然后再来就是说整个这个不管是国力的外交，或者是运动的外交或者是国民的这个国人的健康，我想这个都会让所有整体这个产业的发展，其实它是这个
这个相悖的哦。那我想其实政府应该是要特别看重这一块了。是。不管中央或地方，我想如果大家都有一样的这样想法的话，未来我们台湾不管是原住民或是一般的运动的发展，才可能走向一个比较怎么说呢？比较有机会啊，就是再把它茁壮的情况，不然就是体育。就是如果只是靠少数竞技选手是比比较可惜。哇，这个球中央飞球啊，结果跌倒了，起步时候跌倒了。这一棒在满垒情况下，那么回来1个跑者、2个跑者、3个跑者，然后最后可能连打者都要回来了吗？还有 safe 清垒了。哇，这一棒简玉勋这场比赛这赛事在昨天比赛他就曾经打出过一支啊场内全垒打，今天又再打一全垒打。打下去这一棒打下去不得了哇！1分、2分、3分、4分，简玉勋4分。好，现在是7比3，这个半局已经打了从第7棒开始打起，打到第4棒了已经打了9个打者了。哇，这一棒精彩！我觉得一开始好像右外野手有一点机会了但是呢后来就是没有办法。就起步的时候就是跌了一跤那当然就没有办法接到，那再请中外野手再过去补那就要花比较长的时间了。刚刚北海已经这个打到了换了投手还是没有机会那我们也谢谢林志强议员跟我们来聊就是说桃园县的运动的发展。是，谢谢议员我们再邀请到翁市长翁副理事长来继续跟我们谈这场比赛。好的，那么最后呢，总算是第罗少军出局，3出局结束了这个半局进攻战。这个半局呢，打了足足10个人次，攻下了7分，确认7分。好，确定裁判组给我们确定7分了，目前是以7比3，哇，大逆转。当然了，比赛还没结束了，现在是7比3。但这个半局一口气拿7分，这大概是我的这次办比赛来以单局拿过的最高分数因为前面2个半局呢，原动力都是3上3下，清洁溜溜。这个半局从安打连续3次安打，加上保送，加上长打一连串的进攻。那在前面的2局下半呢，北海是拿下了3分，但现在3分显然是不够的，还有4分的落后。原动力就是我们所讲的憋太久了，要爆发一下憋太久了对，前面都被人家3上上下好几次。对，那我宁愿要大局，对吧？要一次大局出来，我不要每一局都留3个残垒在他们。没错，就变成事实。对。好，那现在打到现在比赛进行到了3局的下半，3局下半。轮到3局下半，北海鳕鱼相思的反攻，第一位上场打击的是第3棒的彭子阳。对子阳也在之前在基层棒球当教练。是。我儿子以前在打社区少棒的时候，他就是教练他就是我儿子的教练。被带过对不对？带过一阵子，所以以前就认识子阳教练。是。然后好，打出了一支。今天个人的第2支的安打，就也是多年好朋友了。对，看到他，当然后来他没有继续带那个球队了。不过我们就是后来知道说，这个他还是持续在打这些比赛，而且搞不好原住民还特别有怎么说？因为这个比赛就只有原住民可以打那一般的比赛大家都可以报。当然，因为就否原住民他这个从某者来说是比较吃香的其实也不能这么讲啦，就是只是说我们如果要展现的就是说我们。本身我们不会输任何人，那也要挑战自己。是对，所以以原住民办这全原住民的比赛，其实就是挑战自己而已。对，我也觉得说，其实当然这一届比赛是第一次有转播，那是我自己不是原住民这个看得出来但是我一直觉得这其实。自己的比赛就自己来做不管是场务、赛务，甚至像转播，我都觉得说，是。所以我前年这请到了秘书长来就是说可以请教一下族语，就是说如果能够利用这个比赛作为一个文化交通桥梁或者是说
这个有机会的话呢，也是可以请自己的培养自己的就是说阿美族也好，就是原住民的主播来就是做这个比赛，我觉得这都是比较好的啊。这个方向都是很好的。对，这个方向未来我想就是一步一步来哈。我想说，如果有需要说我们来去进行帮忙协助做培训，我们也很乐意啊。我觉得这是能够做，那不一定要用国语啦。我就说，如果你能够用阿美族语，我觉得那非常好。我自己觉得很酷啊，就是能够让原住民借由任何的机会去多认识自己的语言当然，母语跟文化都是件好事情哈。我们今天原本也是要请一个我们的监事，是用您这边用国语就讲，他用阿美族语去做的，对，那他就说我不要好了，等一下我还要有事情。哇，那就是比较可惜的一点啦。对，真的，因为我一直觉得这就是一个机会啦，倒不是说我一定说要来，因为我老实说，我们就是我觉得有这个机会，就是让原住民自己去整个去 handle 比赛，然后不管从赛务到转播到什么哈，未来都是一个机会。据我了解，他是说。怕有时候这样讲下来有没有？可能有一些讲法可能不对啊。对，那可能会不如又被老人家念。真的吗？对，老人家一定会念的，真的，原住民都是这样子的。是。对，所以他就有点害怕。OK， 其实有时候就是要在这种经验之下，有错误发生，老人家去做指导，你才会做提升嘛。是的，对。我们打球也是这样子嘛。对，我也是跟副座也分享一下，因为我自己其实之前做媒体，我觉得做大众传播媒体，就是我们的工作跟一般人传播比较不一样，就是我们的工作的成果是for 大众，每一个人都看得到。你今天你在公司上班，你要是出了什么包，你干嘛？当然，只是没有人会知道，除了你的长官、你的同事，没有人会知道。是，但是我们的传播媒体这个东西，你做了就看得到了。每讲一个话，每说一句话，每讲一个字啊，只要有一个东西错，哇，这个马上就延上啊，就大家都知道，因为我们就是要传播出去。是这个现在网络年代传播的速度又更快，没错，都是如此。所以但是大家又很依赖新闻媒体，你又觉得说，对，我要知道什么事情啊，知道了就大家就骂个两句，没错。所以做这一行其实要有一定的心理准备，而且也要知道，就是我们这工作本来就是摊在阳光大众的，抗压性要够，就是抗压性也不要太在意，我真的觉得也不要太在意啊。那说这个族人或者长辈去谈这件事情也是如此哈。因为我觉得这个才是一个文化传承的进步的地方。是，对你没有一个失误的话，比较熟的人他不会看到你的失误在哪里。对。所以这就是顺便提一提，就是说，我想未来的比赛如果要做的话，一方面，有转播很好，然后一方面在所有的赛务的工作之上，慢慢希望让原住民可以来带领，哈，就是说，因为我刚刚也问过嘛，其实是可以用阿美族语来讲棒球的。当然了，因为我觉得其实这是一种族群融合嘛，大家都会讲国语，是，只是说突然多了一个可能各族的语言，只是说用那个语言去转达这个意思，对。那我们那个监视他是怕说，是这个意思可能转达错误，对。听起来说，好像不是这个意思。在学就因为这个比赛一年会办，对。好。因为就我这边的认知来讲，我们后续可能也是会用这样的模式继续下去，也要延续下去。因为我觉得这样的模式，以原住民来讲，我们应该算是第一次。就是全国的原住民的部分，对，是的，对，因为我们大部分看的可能就是综合性的嘛，对，一般平地人跟原住民有这样的比赛，都在一起打，然后也不会特别去区分是原住民或者是汉族这样子哈。对，只是说现在我们就是原住民的部分，我们有用这个，我想应该是第一次啦，对，还蛮期待的哈。我想说后续如果再进步下去，可能会更不一样。对，就是除了打球之外，我觉得这个比赛可以带动其他的东西，对，包括文化的传承跟经验哈，是未来的比赛可以一些再继续去努力的方向。当然，这个老实说，我相信也是桃园就是原住民棒垒球慢垒这个联盟，就是本来就是只想打棒球，但是如果能够多带一点点多做一点对族人的这个都是好事情。好，那现在轮到了3局。刚刚在3局下半的时候呢，台海马上一口气就追回了3分，现在是6-7啊！大家现在火力全开。现在到4局的上半，目前呢是1出局。这边在传球，结果曾盛尔跟厉弘洋连续的出局之后呢，已经2人出局，没有人在垒。我们要打击的是第8棒的许哲维。那投手还是刚刚换上来的第3局换上来的彭子扬他换上来之后，那个3局还是被打出一个大局。不过现在2支球队也还是只有1分的差距。是，
好，这个是个保送。好，两人出局之后，攻势再起，原动力站上了1垒的垒包。轮流打击是第9棒的严华爱，前面一轮也打出过安打。啊，好球！可能刚刚打到脚边了。对，严华爱有一点点傻眼了，我觉得这个球，因为其实到那个本垒板的边缘，有时候到底那个点有没有 touch 到哈？啊，有的差比较多了哈，那个大家没有什么争议的。有的差一点点，我今天看其实好坏球还是有边缘的哈，就算是慢垒，没错，球推进了往前一步往前踏，高飞球见高不见远，但是结果又过了游击手后方落地变成一支安打，而且呢跑者是一直跑，一路上3垒，打者也上到2垒垒包，哇！许哲维非常积极的跑垒啊，这个安打算不错。对，本来是觉得要接杀结束半局的，结果严华这个球。真的不得了，一下就反而变成2、3垒有跑者了。感觉蛮有传承他哥哥的一个，他哥哥是我们前职棒的一个曾华伟，对，之前刚刚去问过，之前对这个真的是不问不知道，因为常常看不出来。其实两个兄弟很像，长得很像，真的很像，但是就一个从父姓，一个从母姓，对。好，那现在也都40多岁了吧？哈，这批选手也都40，曾华伟跟曾华应该也都40岁了。曾华伟对40多岁了，对，也是我们10几年前看职棒的采访的选手了哈。是。好，那现在再轮到第10棒的杨玉基，两人出局之后还是攻占上了2、3垒。好，结果又打了一个界外球，那就是2好3坏喽。这个半局在最后面从一个保送开始起，又展开了攻势。挥棒出去，左外野的飞球有机会吗？没有，左外手就定位。好的，3人出局结束了。原动力在4局上半进攻，虽然也攻占了得分圈，但是没有得到分数。目前还是7-6，领先北海雪云相思。是，不像北海。你越熟悉哈。好，现在比赛第8届联盟杯的冠军赛呢，原动力跟北海雪域相思比赛打到了4局的下半，目前双方只有1分的差距。北海雪域相思第1名上来打击的是第10棒的，应该是第10棒的卢冠佑再换回来，前面有换过曾豪，这要传出去，哇，是一个2垒方向强劲平飞球。4局下半第一开始上场就是安打上场的好表现，前面曾经换过代跑曾贵龙然后再换回来。好，接下来打击的是第1棒林少恩，再回来。挥棒打击出去，刚刚好越过了1垒，在右外野落地，而且是一支长打。右外野手已经到了界外区去接球了，1垒的跑者越过2垒，再越过3垒，要往本垒冲，没有问题。追平了比数，卢冠佑。只花2球就追平了。4局的下半呢，卢冠佑跟林少恩的连续安打，尤其后面跟的是长打，这支连打者林少恩自己都上到3垒垒包。看到这支刚好就打在右外野线边，最难传的位置。是，轮到打击的是第2棒的江佑哲。那现在比数是平手喽，7-7。现在有这个半局也在换50要换1号，1号。
换上来是吴俊文，吴俊文这球打击出去也是右外野左外野方向的安打，那么也送回了前面的林少恩。现在北海鳕鱼相思又取得领先喽。好啊，今天比赛，我们常常听到有一些。旁边就说：“哎呦，这个上转播了。”我在想说，其实很多选手都上过电视转播啊。我们台湾不要说打职棒了，连打3级棒球，我们过去他们在打高中棒球或者是大专联赛的时候，应该也都上过电视。基本上上面基本上都上，应该都上过电视。他们其实应该对电视不陌生哈，不会陌生。这就在打差一点点界内啊，彭子阳就上来打击，这个球差一点。我居然这个安打上到一垒垒包，现在是8比7的领先，而且这个半局还没有人出局，继续攻占一垒，已经得了2分了。再轮到了2、3、4、5棒的中心打击的棒次，砰！哇！结果这个球其实击球点啊有一点点高，它其实有一点硬打的感觉。没错，子阳。他的出手实在是稍微快了一点，就是已经棒子也都翘起来了，好像打。虽然他的力量还是很大，所以还是把球敲出去，但是到界外就变成一个3振。一人出去之后，还是吴俊文在一垒，轮到打击的是第4棒的苏哲明。其实今年也要分数有没有？就稳稳的打就好了。是，现在也领先了哈，对，打到4局下。你想要把分数再推进的话，就是稳稳的打就好了，不要去。强烈的猛攻了，因为我觉得在慢垒方好像也没有说投手真的可以封锁到什么程度啊，就是靠着球威是能够封锁了哈，但是基本上就是以他们的能力，碰到球都不是太大的问题，不是太大的问题，对，只是说你要把球打在界内，然后又够强劲，要穿越防守球员，这个就比较辛苦一点。好，那反正现在苏俊明是等到了保送，也把前面的吴俊文挤上了2垒包，一人出局，这个球再打。又是一个界外球，接下来就是投手的一个稳定度而已对，都是求个稳定哈。对他只要投到他想要的高度有够的话，让对方有压力，觉得这个球不好打，这样应该就可以了。是，对。陈云祥是台东的阿美族哦，刚刚后来还有问一下彭教练，他们说其实他们这一队里面基本上都是阿美族，少数是卑南，对，啊，少数3位是卑南族。不过也不一定有判上，就打击出去，左外方向又是安打落地，1垒的跑者继续往前推进，2垒跑者回到本垒，1垒跑者上3垒，而1垒跑者是上到2垒垒包就停下来，好停下来，好，那现在又再添了1分，回来的是吴俊文。北海今天出来这一支的话，就是王建强是卑南族。是，中间卑南族，然后还有曾佑哲跟江柏豪，对，对，2个是卑南族的。哎，副座你很熟哎，我都要去查资料，因为都是我弟弟辈，对，你弟弟辈。您自己是阿美嘛，对不对？我是卑南，你也是卑南，对，你是卑南，我们都是同部落的。哦，是。好，这球哇，滚地球接起来了，接起来了，再传一垒，哇，精彩，来不及了，很漂亮，对。黄飞鸿是被刺杀在一垒之前，不过哈，这个球其实手背很精彩，手背妈堵住了这一球。安全上垒哦。啊，安全了吗？哦 ，safe 嘛。对 ，safe 上垒。哇，那这个攻势就继续啊。对，继续的。那就是满垒喽。好，那刚刚那个滚地球，就游击手2垒手接扑球没有接，这个没有办法把它传向一垒啊，那就是内野安打上垒。那么现在轮到第7棒的黄子琪，跟这里已经换代打了，换代打，也换代打。李胜宏，换了李胜宏，是77号的李胜宏，是，那现在比数已经变成9比7。打击出去，右外野方向被接杀之后，但是3垒跑者应该回来没有问题。好的，苏哲明靠着李胜宏的高飞牺牲打回来攻下第10分。今天这场比赛火力全开啊！然后2垒的跑者陈玉祥也上3垒。
但是现在是2出局了。是，一垒上还有黄飞鸿，打击的是第8棒的江国豪。挥棒，3垒方向的软弱滚地球，3垒手接到之后传向1垒，传偏了。但是1垒审也没有比判决，传偏了。他没有比 safe 也没有比 out， 因为1垒他已经离开垒包也没有 touch 到，所以就不用做safe out 的手势。好，江博豪也是内野安打上垒。那原来黄飞鸿上2垒，那3垒的陈云祥还是停在3垒。哇，攻势连绵不断啊！今天这一局是从卢冠佑的第10棒开始打起，现在已经打到第8棒了，第9棒了，林汉都上来打了，已经打了第10个人次了。也许林汉会等待一下，我觉得。就是把分数再推进。你看，就再等一下。对。接杀出局，打出去接杀出局。好的，3出局留下满垒残垒，但这个半局呢，北海雪域相思再添4分，从2局之后2、3、4局一口气才拿到10分了哈，要从3比7打到现在10比7，哇，真是又是一局下来又是风云变色。真的是高张力比赛，这好看就在这所以这是2队会打到冠军赛哈，真的是动不动就棒棒棒。对，好，那4局结束，那就看到今天比赛慢慢开始要看时间赛跑了，因为现在4局打完，先攻的原动力是落后3分，是，比赛时间还是1个小时啊，现在差不多已经到1个小时了，因为它大概是2点20几分开始打的哈，差不多啊。可能剩10分钟内吧，差不多10分钟，所以2队应该都可以打第5局，但是第5局会是最后一局。是，现在就看原动力他们要怎么样让他的在场上的时间会比较增加。好，如何让自己上垒？因为3分也是要追一阵子啦哈，简单这样讲，就算怎么打哈。现在打击的是第10棒的陆浩阿美族。对，阿美族真的是原住民族人数比例最高，而且通常是身材条件最好。我也觉得，就是阿美族的常人比较多啊。简单这样讲，在原住民里面，那时候在看采访比赛的时候，就是大部分都是这样子，尤其是篮球哈，篮球就是说会打篮球原住民这个小支也有啊，像泰雅排湾还是有，可是他们通常都是打后卫啊。那前场要高的话，阿美族几乎都是霸占阿伟的位置。是。好，现在第一出局啊，第一个球被接杀出局了，陆浩接杀出局，1出局。轮到打击的是第3轮的第1棒陈子恒，是由挥棒打击出去3垒方向滚地球，3垒手过来之后穿向1垒刺杀出局，2人出局。在比赛越后面啊，出局数越珍贵。没错，现在已经2人出局了。然后前一个半局都太积极出棒了，因为把握那个球点。对，好像也都不是在真正最好的甜蜜点来打。没错。好，那现在再轮到了原动力的沙马里溜，他来打第3轮的打击。前面2轮也都没有安打的演出，刚刚又被吃了一个好球，所以。在第3局啊，虽然换了头，虽然第3局丢了7分，但是后面就是用火力啊，等于是把这个10分又慢慢确实，整个就打回来了。就像刚才前面说，北海他真的是对，很厉害的一支球队，而且他几乎是没有靠，就是前面我们看到比赛会有那种连续保送，然后被长打大量10分，可是基本上过去第3局、第2局、第3局、第4局啊，其实原动力投手只投出了2次保送而已，这不能算很多哦，不多，都是自己打回来的，对，都是他自己打的。现在在2出局之后呢，少马等到了保送，也是很小心，
彭子扬头部对调，又再对调回来。好，那本来彭子扬啊，在这个卢冠佑本来是投到3局投到2出局之后呢，换上彭子扬，然后彭子扬投到5局的2出局，再换回卢冠佑，所以他大概刚好是中继了2局多，刚好整整2局。对，是一个完整的战术。哎呀，就这样子，那子扬不要，子扬教练哦，你不要，因为牵制2垒啊，哇，传的球那么强，差点把2垒手吓一跳。现在不是打棒球，是打垒球。对，但他是那个可以坐在地上传2垒的那种队。可以，他可以。对，我以前看他打，他很轻松就传出去。好，然后这边外野接杀，好，3出局，结束了5局上半的陆汉的第3次打席，3人出局，留下1垒的残垒，保持一个完美战术，但投手先把投先休息一下。对，我印象那时候很深刻。那时候，彭子扬教练啊，我们整个球队啊带去参观到新庄去看职棒的比赛，是。然后呢，他跟我们在外野，是。然后我忘记谁打一次全垒打，刚好往他飞，然后全垒打球他就用手，就用空手就把这个，他没有戴手套，他就用手啪就接下来。然后当场全场是有点，因为摄影机有带到嘛，哇，这外野那飞得很强啊，不是那种啊，就是说这要有点飞全垒打那一种。对，他啪就把它接下来，空中抓飞鸟，然后现场就有点傻眼，说何方神圣啊？我大概只有我们知道说他其实是科班的练家子出来的啊，就是单手就去接球。只要在球场内看到他的时候，应该就知道了啦。对，在球场内就知道。学长学弟啊，不知道是哪一个，一看到哦，彭子扬，对啊，他就是虽然他。说起来，他其实觉得他离开棒球界之前比较早一点啊，他大概就是在大学毕业就没有继续打，以他的条件是可以继续打，但是他后来决定去走别的这个生涯的规划哈。不过就是现在打棒球对他就是兴趣啊，当然，对，他这个条件还是很可怕。好啊，称赞一下自己的老朋友后，回来看到5局下半北海的进攻啊，这个半局呢又要从卢冠又开始打起了，因为前面一轮是打了整整10个人一轮啊，攻下了4分的分数。那当原动力的话，就要赶快结束这个半局，看看还没有6局上半再反攻的机会。因为现在随时可能要 morning call 了哈，可能再剩几分钟，所以赶快要把这个半局要让他打完。加速了，他加速。那我们这北海就会用这尽量选球，没错，尽量选，然后你再怎么样投，一般都是这种方式。对。现在3分的领先。2天的赛事啊，现在进入到最后的阶段。可能是最后1局，挥棒坏球，这个也是战术之一了。比较低，结果还来一个保送。我相信应该下一个打击选手应该也是会用等的方式啊，对，因为可能时间上快到了，对，接下来打击的是第4轮的第1棒林少恩，是因为压力方现在是在原动力，是在原动力，对，输落后3分哈，对，打，哎呀，差一点点，大概30公分哦，蛮强劲的，不过拉太早了，我就觉得像这样打球这么大颗，然后你这样子这么豪迈的挥棒哈，一般人看是很羡慕啦，就是我们可能一辈子都练不到这样的 power 跟整个这样的协调性，因为他们就是从小打棒球打到大，可能挥了几万次啊，上10万次都有可能去打。虽然是这样打慢垒，他看球点是看得很准的，是对。虽然球很慢，可是以他们打速球来讲的话，那个速度差太多了，又差太多了，对，就是另外一个选择，挥棒打糟糕。接外球，2个接外球被3振了，这就是另外一个所讲的嘛。是，速度差哈，对。那绝对0号就是想挥大棒好，现在听到了 morning call 了，时间到了，时间到了。比赛结束了，因为是后半局啊，所以不用再打了。对，因为这样比赛结束哈，因为是1个小时，他们是后攻，而且现在本来是领先3分，所以就不用打。所以我说刚才要赶快结束这个半局，不结束的话，时间一到，那就不用再继续打下去了。好的，那么这场比赛呢，北海只进攻了4个半局就攻下10分以10-7击败了攻了5个半局的原动力多元运动家族。
拿下了今年第8届桃园市原住民族慢速垒球联盟第8届的冠军，5战全胜啊！我们恭喜北海。而且今天的冠军赛也打得很精彩啊！就是来回你来往，各自都打出大局，只是北海多打了一个大局啊！看到其实20局、3局、4局，连续3局攻下10分啊！所以一度从4分的落后打到最后是3分的赢球。这场比赛还是让我们看了觉得，虽然是休闲性的比赛哈，本身的技术条件还是有一定的水准。好，这场比赛结束以后，我们也感谢副理事长翁副理事长今天这场比赛跟我们现场这场比赛，我是陈凯。我们现在进行的，先看今天的闭幕典礼。10分钟之后。
我们闭幕典礼还。透了，拉到手了。
113年度垒球运动竞技交流活动，桃园市原住民族慢垒联盟第8届联盟杯闭幕典礼开始。首先呢，我们邀请一下我们的大会主席，也就是我们的理事长林信成理事长。谢谢大家那么踊跃的参与哈，经过2天以后，我们产生了很多优秀的球员哈，在这个球场上，也感谢我们丽影的一些长官哈，我们林志长议员哦，顺便介绍一下我们的来宾，还有我们这个。事务总桃园市事务总李国光 ，OK， 莅临还有一个我们这个议员张秀琪的特助非常年轻，单身可以大家交流可以谢谢还有我们前理事长也在场他读了8年了，可以，所以说我们还有今天的赛程也谢谢各球队参与我们的活动。在此也谢谢你们也有机会给我在这边跟他们讲2句，谢谢你们谢谢。下一次希望我们办的活动你们踊跃参与，谢谢。来，好，谢谢我们的理事长的勉励好，接下来呢也是邀请我们的林志强一座来为我们勉励几句喂，你好，好，我们信成理事长，前任高清池理事长还有国光事副总，我们秀菊议员的这个助理还有我们裁判长，在场的4队冠亚季军还有第4名的所有的球队大家午安，大家好，好，2天的比赛天气很热这个原住民还是很厉害不会怕太阳能够在这么强的烈日下面能够比赛这个是非常令人这个开心的一件事情也要感谢我们理事长还有我们所有的理监事总干事这2天都辛苦了筹办这样的一个活动那当然我们每年联盟每年都是有2次的杯赛一次联盟的杯赛，然后一次是我们桃花源的杯赛那也都希望大家都能够这个共襄盛举，能够都能够来参加我们的活动那我希望下次的这个桃花源杯能够办得越来越好，也一方面也给我们理事长鼓励那今天今年特别不一样有我们这个直播的这样的一个工作让我们现场所有的这个球赛跟我们这个网络前面跟电视机前面的好朋友都可以身临其境能够看到这样的比赛。那桃园一直在进步那我希望联盟也能够一直在进步不断的这个更精进让我们球员都能够好好的比赛最后还是祝福今天的冠亚军的这个球队祝福你们听说今年桃园拿到第几名反正是第3名哇，你们反正是你们都是冠亚军的怎么你承诺过我说要把冠军留在桃园没有关系，下一次好不好下一次那也鼓励大家这个各县市的球队都能够参加比赛。好，谢谢大家，感谢。谢谢我们林志强议员的勉励接下来我们当然是要邀请我们劳苦功高这8届以来的我们前理事长高清池，要讲一下我们林志强议员，还有我们市副总李国光，还有我们张秀琪议员的特助还有我们裁判长，真的很辛苦了。其实我们各个球队所有的球技大概都在伯仲之间，当然可能有一点小的一些没有做好，所以没有
进入我们前4强。那我们前4强真的是无可话说。Yes， 格劳跟诺布伦多，谢谢吴理长，谢谢我们的前理事长是非常幽默的一个理事长哦。好，接下来难得我们桃园市我们的头目师副总也要来讲几句勉励一下，而且是我们法律司的我们那个不农组的代表OK， 我们理事长还有我们最热爱棒球的志强议员，还有我们的特助秀吉特助，还有我们前任的理事长，我们的高理事长，还有我们这2天最辛苦的审判长，也是会被球员被骂的审判长，辛苦你们了，感谢大家，因为今天有这个桃园联盟的一个杯赛，我们才会聚在一起。我们今天主要是能够聚在一起，是以球会友。那当然比赛必有输赢，可是我相信我们球员的精神就像太阳一样，永远从东边一起升起的，一直都不会变。唯一会变的是什么？是信仰，信仰无限好，可是还是有分1、2、3、4名。所以说比赛就是这样子那么残酷的。可是你们今天可以留下来在这边，你们就是被肯定的。那当然，我希望明年的这个时候，我们大家一起努力。更感谢我们的制作单位这8年来往后还有几个8年，所以说我们感谢我们的大会，也感谢今天的我们的活动球赛能够圆满成功。谢谢大家，吴理事长没有迷上，好来，谢谢我们师副总的勉励。接下来呢，我们一定要邀请一下我们的张秀菊的一座的特助，可以吗？不用，好，不好意思，好，没有关系。那来要求，要讲几句，掌声鼓励。我们艺作他要去参加丰年祭，那由我来代表，那就是祝福大家都可以领到自己想要的奖项，谢谢，谢谢。那最后呢，我还是有声音最后呢，我还是邀请我们，真的很感谢我们的黄展燕老师，我们的裁判长真的很感谢他是真的真的给我们这么好的一个场地，真的谢谢您，谢谢。好，谢谢。接下来我们要继续我们先颁发个人奖我们今天最高荣誉奖就是 MVP 奖。对，现在颁发 MVP 一报。那因为待会MVP 奖得奖待会就要去转播台，我们主播接受访问来，我们 MVP 的部分是我们的冠军MVP 是我们林少恩，林少恩，来球员出列请出列MVP MVP 我先颁这个奖项对好，我们的颁奖人由我们的林志祥议员来颁奖我们的 MVP。好，看一下镜头看镜头有转播的好。还有哪个单位？好，哪个单位 ？OK， 好 ，OK， 好。那我们 MVP 球选请入我们转播席入我们转播席接受采访谢谢。因为谢谢为什么会先颁发？因为要接受采访所以采访先颁发这个讲座好，接下来由我们美技奖。好，等一下唱名的选手呢，就直接先一一出列一一出列好，第一位是法律师的杨正浩，请出列。出来。来，接下来伟德的江浩然，原动力的罗少军，北海的黄飞鸿。黄飞鸿，来，黄飞鸿，这个奖项，这个奖项呢，将由我们的
哦，师副总李国光来颁奖。噔，来，哎，好，第一位是我们少君，看一下镜头啊。哎，那个谁，我们还要拍照。曹正，那位选手，不是少君来，我们还要拍。少君，好，好，先我们等一下还要合照哈。好，来一起合照，合照哦。我们面对我们转播单位的镜头来。哎，我们师傅手站中间，哎，来看一下我们右边的镜头。哎，前面的镜头就可以了。镜头。好，感谢。还有没有单位没有拍到的？还有没有单位的？好，恭喜。那个美国的转播单位 ，ESPN 的有来到现场吗 ？Sport 哇 ，OK， 好，唠英文哦，好 international。OK， 好，接下来也就是我们的打击奖，第一位法尼斯的黄胜杰。哎，你是打击奖哦。第二位。胡成龙，伟大的胡成龙。好，第二位北海的黄飞鸿，又是黄飞鸿，哎，北海没有黄飞鸿不行的哦。原动力的袁华爱，华爱来跑步来场中央了哈，来我们4位球员来到场中央来。现在我们邀请我们的。张秀琪的特助尹龙来颁发，尹龙，我的对，亲爱的来颁发这个奖项，原住民的名字叫做姆尼固小蜜。来，不好意思什么啦，我都没在不好意思了，过来一点，好 ，OK， 圣杰，什么在一起，看镜头，好，又是我们的黄飞鸿了啊！哦，真的是黄飞鸿，优秀的球员哈。那应该 MVP 是颁给他才对吧？我们来自台南的朋友来笑一下，台南的朋友，真的是，华爱来自我们台南的哈，感谢。我们那3位领到奖的，我们都忘记谁颁给你们了哈。对了，我们面对大会哈，对面有200支的摄影机，对笑一下哈。好，接下来的也就是我们的。投手奖，也就是我们的罗冠佑，请注意我们北海雪云相似的哈。来，我们的颁奖人，也就是我们的高前亲子理事长，钱理事长，来颁发这个奖项。投手奖，对，哇，先合照哦。对。好，还有讲座一指，对，这2天的比赛哈，数据是防御率是完美的0完美的0，所以可以得到我们投手奖，谢谢。好，接下来呢，我们即将颁奖，我们是从我们第4好团体奖了哈，好。殿军有我们的韦德喜哈，韦德喜哈有，好，先到前面一下哦，好，等一下哈，好，然后
哎，这个奖金，哎，奖金比较重要了，这个很重要了哈。哎，奖金。哎，等一下我要请一下我的颁奖人，哎，还没，哦，好，我们的颁奖人有我们最辛苦的总干事，终于他要上台了，哎呦，也要让他出现一下哈。好，哎，我们电金讲座一指。再来就是我们的，等一下，哦，这显示什么？好的，奖金5千元，哦，好，谢谢哈。接下来有我们的季军，法尼斯，有我们的裁判长黄展燕老师来颁奖。好，麻烦黄老师。好，奖杯一座。对。对，我们这2天裁判都非常的辛苦啊。与有荣耀，奖金8000元。你看小朋友的与有荣焉哦，这个叫做亲子哈，都今天玩得很开心。好，谢谢，恭喜恭喜！接下来也就是我们的亚军，也就是我们的原动力，耶，请出列。原动力，由我们的颁奖人林志强一座来颁奖。一座来颁发这个讲座。讲座一指，奖金12000。好，恭喜恭喜！恭喜原动力哈，恭喜原动力！耶，超棒的哈，恭喜恭喜！接下来也就是这我们2天来了哈，非常非常辛苦的哈，要颁发我们的冠军。好，冠军北海鳕鱼香狮，恭喜！哇，北海，来。讲座一指，对，还要奖金15000。等一下，还没，哎，你怎么好？先拍照吗？我们的颁奖人是我们的理事长，理事长，你要等一下，理事长还没有拿呢。对，没关系，先颁发一下。他们不要奖金了，他们只要奖分，对他们不要奖金。好了，你先跟他们一起合照。好，你们先一起合照。好，理事长来。好，对，你来到我们拿着场中央来。太紧张了，他们哈。都要等，可以啊！奖杯一座。恭喜北海是我们第8届的我们的冠军。哎，来奖金15000。哎耶！恭喜恭喜！恭喜北海！哎，等一下，我们还有大合照哈！不好意思，我们的来，现在呢，好，我们请我们的来宾，4队的球员哈，我们来到场中央哈，我们到场中央来进行大合照哈，进行大合照哈。原住民，我们都是一家人哈。是的。竞技场上我们有分输赢，但是我们竞技场下我们都是一家人哈，我们都是一家人。来，我们面对我们大会后方来进行一个大合照哈。好，我们也场外的这4队的球员，我们一起来合照好不好？来，哎，好，哎，笑一点哦，明天社会版面都是有各位的脸哈。我们上头条哈，来，桃园赞不赞？哎，桃园市的联盟杯赞不赞？赞！好，开心，请给我按耶！来看哦。好，再来，我们再来一个专业的，爱心，耶，爱心。谢谢各球队，谢谢各位球队，谢谢我们的来宾的莅临，谢谢你们。谢谢。我们明年呢，我们将一样是第9届。对的哈。好，接下来
好的。第8届也是桃园市原住民慢速垒球联盟的第8届联盟杯的慢速垒球锦标赛，在刚才画下了完美的句点。那么大会呢，在今年的赛事里面，要由北海鳕鱼相思拿下了赛事的总冠军。那么北海鳕鱼相思的第一棒林兆恩获选为这次赛会的联盟杯的最有价值球员 MVP， 恭喜兆恩！谢谢。是。那我们在今天其实，在简单隆重的颁奖典礼之后呢，我们还是简单来跟邵恩来聊一下哈，在今年这次的比赛，其实北海鳕鱼相思一开始，其实大家都是有一些人是台北市的养工处的，就是台北市水利处的这个员工嘛哈，然后大家去找。那您好像就是说也是算是一起来有机会跟他们一起打球。本身不是水利处的选手，然后就是因为了明年的全国原住民杯，然后被台北市政府征召，本职是一个国军的军人。对，是您现在是军人对不对？对，我是军人。对，军职在哪一个就是在哪一个单位可以服务，可以跟大家聊聊。我现在是在那个宪兵205指挥部当军官，对。所以是在总统府那边？没有，我是在林口一个指挥部。林口指挥部，对，宪兵的指挥部。对，那如果在过去的，像我知道您其实在从小学到大学基本上都是棒球的专业。对，我从国小3年级就开始打棒球。对，那您自己本身是卑南族的？没有，我是阿美族。你是阿美族的孩子那后来的话，像现在如果已经等于是有军职的身份的话，要怎么样去这个有机会来继续比赛，或者说就维持这个比赛的球感呢？因为我们北海鳕鱼相思，我们每周的礼拜5晚上都会去集合训练，就是为了每场的比赛的应付这样子，然后增进球队的默契啊，然后或是自己的球技这样子。对，所以你等于是从大学毕业之后，基本上就没有在朝这个职业的路上再这样走。对。但是其实自己还是很喜欢打棒球，就或者说或者是打垒球。对，这个棒垒球都会蛮有兴趣的，就还是是会手痒就对了，然后有机会打一打。好，那这届的比赛北海其实我看前面，其实一开始的比赛里面也有一些落后的时候，虽然又是5战全胜那今天包括第一场，甚至于是刚刚的冠军赛其实一度都是打到3-7那蛮关键就是在前面的4局的2-3-4局连续3局的大局，包括了3局那一支非常深远的一棒就全部跑了3垒安打来谈谈这次比赛里面，你觉得整场来说，这个北海鳕鱼相思这个选手你自己的也好，当然 MVP 只有1位啦，但是整个的比赛的表现，我想来请你来谈谈说这个球队当中你自己觉得印象比较深刻的，就是其实我们在落后的时候，我们的球队就是会互相提醒，可是不会给到很大的压力，就是把平常练习的标准把它发挥出来，因为其实胜负其实不太重要，就是因为我们的比赛是每年都会比赛，然后就是一个阶段性的问题，所以就是把自己的本分做好这样子。对，是。那我们也知道，这个比赛打完这场比赛打完之后，其实北海鳕鱼相思的另外一个目标我像目标之前也问了教练提到说是明年2-3月份有一个全国原住民族的运动会然后呢，这个运动会的台北市的选拔赛，没有多久时间了，大概就是9月底对选拔赛，选拔赛之后，如果能拿代表权的话，明年就可以3月再去比全国原住民族运动会所以在今年这个暑假，其实你们是还蛮密集的参加了各式各样的赛事对。那这一周的比赛，前面呢？前面我们几乎每个区